7月24日，尼泊尔摔了一架 CRJ-200客机。咱们做了简单的介绍，由于文案准备比较早，所以很多信息还没有看到，也有一些错误，咱们先做个更正。也感谢朋友们之前的补充指正。一是失事的飞机是9N-AME 机龄 21.4 年，此前在美国、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地运营，从资料上看不是租赁的。该机此前的涂装是红色的，所以网上搜注册号大多出现的是红色的照片。大约在2021年左右，专业网站上有了绿色涂装的照片。二是该起事故共造成了18人死亡，机长得以幸存。三是飞机不是滑出跑道，而是刚刚起飞后坠毁。视频可见，离地约30米后向右偏转，但飞行员应该是在努力向左纠正。飞机坠地时保持水平，没有倾覆，摔在地上向前滑，机长或因此幸存。但因为碎裂后又燃起了大火，机上的其他人员都不幸遇难。四是当时这架飞机是要飞往博卡拉维修，并非是运营商业航班，机上据称都是该公司的职员。从网络评论上看，许多飞友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那就是尼泊尔经常摔飞机。这是真的吗？那又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尼泊尔空难事故频发。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看，美国是全球空难最多的国家，因为他家的飞机最多。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，尼泊尔至今已经发生了18起空难，在全球总数和比例都是遥遥领先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有3个方面。一是地理和气象条件复杂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，全国山地众多，仅在南部与印度交接处有少量的平原。由于从南到北起伏很大，印度洋暖湿气流极易在山腰形成云雾，对民航的运营非常不利。尼泊尔差不多1/3的空难与地理或者是气象条件有关。去过尼泊尔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在当地航班是否正常全靠运气，特别是在著名的卢卡拉机场，天气不好取消飞行是经常的事情。但即便如此，由于气象条件变化太快，飞机在山谷里还是经常出事儿。二是因陋就简的民航业现状，如果一个国家特别穷，老百姓坐不起飞机，空难应该也是罕见，就像朝鲜那样。但尼泊尔很特殊，它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，而且还是高端旅游业，有很多登山客去瞻仰珠穆朗玛峰。登山客除了登山也欣赏文化，四处看看。为了服务这些登山客，尼泊尔的民航业相对发达。尼泊尔现在全国有20多个机场，密度远超中国。为了在这些山窝小机场之间摆渡客人，尼泊尔支线航空特别发达，筹集几十万美元租2架老旧的通用飞机，就可以在尼泊尔开展运营。因此尼泊尔小型航空公司多，旧飞机多，属于因陋就简办民航。30座以下的飞机属于通用航空，安全要求不如中大型民航客机高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尼泊尔糟糕的安全形势。尼泊尔很多航空公司都使用双水塔或者是 Jetstream 这些小飞机。总之基础设施差，飞机又小又旧，事故几率当然就高。三是管理混乱，员工责任心不强。尼泊尔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差不多，被人称为环印度腐败带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航空公司的管理不可能严格。巴基斯坦就曾有大量的飞行员被怀疑资质造假，为了省一些钱，飞机的维修手续也可能不可靠。在基础建设方面，10年前博卡拉机场的建设也被质疑有腐败问题，因此航空公司管理松散，员工心不在焉，也是尼泊尔空难频发的重要原因。例如去年1月份，雪人航空的一架 ATR 在博卡拉机场进境时坠毁，前不久调查结果公开，竟然真的是飞行员在准备打开襟翼时，错误地搬动了附近的顺桨开关，顺桨状态下飞机没有了升力，这架 ATR-72 客机因此坠毁，致72人死亡。不仅是尼泊尔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，也是 ATR 机型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。咱们当时也专门介绍过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往观看。尼泊尔近些年在加强民航基础建设，安全性也有所提升。
但是在尼泊尔坐飞机确实需要凭运气。本次的 CRJ-200不是通航飞机，机长也得以幸存。好在尼泊尔民航管理虽然混乱，但一般也都会公布事故真相。该起事故的具体原因，相信大家不久就能知道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